结婚5年，我迟迟没有生出孩子，老公并没有对我说不好听的话，反而想着我喜欢孩子，专门从他老家把侄子接过来养。直到我怀上自己的孩子，马上要生产的时候，那个我当亲生孩子对待的侄子却恶狠狠地要把我推下楼梯，想生一个赔钱货出来抢我的家产。你去死吧！你死了，我妈妈就可以和爸爸生活在一起了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宝宝，你在看什么呀？我低下头，无意中看见老公的侄子李耀祖用一种恶狠狠的眼神看着我，忍不住问道：自从我怀孕以后，他已经很多次被我抓到用这种眼神看着我了，只是每次问起来他都不说。后来随着我月份变大，他的这种反应就出现得更加频繁了。这次就在我以为李耀祖还会像往常一样自顾自地玩玩具的时候，他却忽然从爬垫上站了起来，继续用那种恶狠狠的眼神看着我。就在我有些不明所以的时候，他走到了我身边，用力地推了一下我。虽然李耀祖用了全身的力气，但我毕竟是个成年人，而他只是一个7岁的孩子。我仅仅只是被推了一个踉跄，就重新站住了。不过我的身后就是楼梯，只差一点我就回头看了一眼，原本平平无常的楼梯，在这个时候忽然变得凶险起来。我的内心隐隐猜测到了，终于有什么事情要浮出水面。再次回过头的时候，又一次对上了李耀祖恶狠狠的眼神，想生一个赔钱货出来抢我的家产。你去死吧！你死了，我妈妈就可以和爸爸生活在一起了。他说完这句话以后，立刻毫不犹豫地继续过来推我，而我此时还沉浸在他那句话带来的震撼里。这次有了防范，他冲过来的时候，我往旁边一躲，结果李耀祖并没有收住力气，直接咕噜咕噜地滚到了楼梯下面。我看着额头冒血的小孩晕在楼梯拐角处，内心只觉得一片拔凉。李耀祖是在3岁的时候来的这里，那个时候我刚检查出了很有可能这辈子都没有孩子。对于刚结婚就备孕的我来说，这是一个巨大的打击。而且我知道我的老公也很喜欢小孩，在这种情况之下，老公忽然没有商量，从他的老家那里带来了李耀祖。那个时候他刚3岁，看见我的时候怯生生的。自从见了他一面，我就认真的把他当成亲生孩子一样培养。只是没想到4年以后，我居然真的怀上了自己的孩子。前2天刚查出来是一个女孩，就在我以为自己这辈子即将儿女双全，人生幸福美满的时候，李耀祖今天的表现给了我当头一棒，也让我意识到了我的身边好像并没有我想的那么安全。看着楼梯间蔓延出来的鲜血，我强忍着内心的那点愤恨，拨打了救护车的电话，直到独自一个人挺着大肚子坐在医院的走廊上，我忽然想到了一个东西。李耀祖被接过来的主要原因，就是因为他父母都不负责任。他妈是我老公的一个远房表妹，生父不详。在生下这个孩子以后，那个表妹就跑了。也正是因为这样，李耀祖才会成功的来到我家。而现如今，想着李耀祖的话，我内心终于琢磨出来了一点东西。之前我一直觉得李耀祖和我老公非常相似，以前还以为是因为亲戚的缘故，现在想起来，他们这一家是把我当傻子耍吗？这种猜测出来以后，脑子里的怒火蹭的一下就涨了上来，一种被人背叛的感觉，让我怎么都冷静不下来。就在我想着该怎么验证一下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我的老公终于从公司那边赶了过来。
他刚一见到我就立刻迫不及待地劈头盖脸对着我一顿骂，字里行间都在埋怨我。当初孩子带回来以后，你看过几次？是我这个妈妈不称职，还是你不称职？听了一半，我终于听不下去了，忍不住冷着脸打断。而老公在听到我这句话以后，立刻恶狠狠地看着我，和李耀祖看我的表情如出一辙。那他现在为什么会受伤？不是你的孩子，你怎么可能真的好好看？我听到这句话，原本就凉了的心，此时更是凉透了，懒得再和他说一句话。我只是冷冷地看着他，老公又在那里自顾自地说了我好久，眼看着我一直没有回复，这才又把视线放在了我的身上。看见我的表情以后，他的脸色顿时一僵，眼神左右飘忽的，不敢继续说什么了。觉得我看得不好，就送回去吧，反正我也不是他亲妈。说完这句话以后，我就直接转身回了家。到家以后，我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收集2个人用过的牙刷，然后找了一个跑腿送到了我朋友工作的地方检验一下，结果需要3天才能出来，而这3天之内我就只能静观其变了。李耀祖伤得很重，当天并没有苏醒，不过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。或许是因为这个老公回来的时候面色并没有一开始那么冷硬，而是有些旁敲侧击的时不时瞟我一眼。今天耀祖是不是说了什么不好听的话，你才生气了？老公的这句话歧义非常大。从前李耀祖无论是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他总是喜欢这么问我，而我也从来没有发现他说话有什么问题。直到现在，在认识到真相以后，我才发现他从来就没有信任过我，哪怕结果还没有出来，我现在内心也认定了一点事情，就算他和李耀祖不是亲父子，也肯定有其他的关系。我毕竟养了李耀祖4年，知道除了家里人之外，不可能有其他人给他这种理念。我老公无疑是有最大风险的那个人，现如今的我对他怎么都提不起笑脸。我们把耀祖送回去吧，每个月给点生活费，但是不能让他留在家里了。我这句话是在试探。老公在听到这句话以后，脸上的表情瞬间就变得暴怒起来，他用一种难以言喻的眼神看着我，像是恨不得直接冲上来撕咬我一样。这个孩子毕竟在你身边养了这么多年，你现在有了自己的孩子就过河拆桥许愿安，你这个人怎么那么恶毒？老公的这句话反映了他内心对我的真实想法，我只是试探一下而已，他就这么毫不犹豫地贬低我、辱骂我，就好像我是罪大恶极的那个人。我深吸了一口气，抬起头冷冷地看着他，忽然想起我和他刚遇见的那一年，一条小路上，他穿着一身干净的衣服，站在树荫下，抬起头看着别人的时候，满满的书卷气。而现在，在我不知不觉间，他已经从原来的温文尔雅变得越来越戾气，就像是一棵疯狂汲取养分，但是又吸收了错误养分的树一样，变得千疮百孔，让人恶心生厌。从那天开始，我和老公一起进入了冷战。他每天除了待在医院，就是待在公司，总之不回家。他想用这种方式来让我服软。我恍惚之间这才发现，自从我怀孕退出公司以后，他开始接手公司就变成了这个样子。低下了头，我眼神复杂地放在了电脑上，上面是我之前的一个心腹给我汇报东西。他说，老公最近在公司里面手脚很不干净，甚至想要股份，只不过他的手段稍微有点低劣，被很多人都看得出来。现在公司里的人都在猜测上面是不是要变天了。我握了握手中的衣服，最终松开以后，我给那个人发了个没事的消息。而就在那天晚上，
朋友给我带来了纸质版的文件，上面清晰地记录着李耀祖和我的老公是父子关系。他真的背着我出轨了，而且还有了一个已经7岁的孩子，甚至居然敢把孩子带回来让我养着。面前的朋友是我从小玩到大的，他看着我气到发抖的样子，叹了口气，最终只说了一句：我手上有一个很厉害的私家侦探所，我推你吧。其实那个时候我已经气到麻木了，哪怕这个猜测早就已经知道了，但我和他结婚这么多年，甚至好不容易才怀上了腹中的孩子，结果他居然这么对我。真相摆在面前的那一刻，让人感觉血淋淋的。我最终点了点头，加上了那个私家侦探所。从那天起，我开始背后偷偷地联系公司里的股东，也开始监控老公在公司里面的一举一动。既然知道他背叛了我，甚至敢算计我这么多年，那就别怪我让他清清白白的来，也清清白白的走了。内心下定了决心以后，另外一个新的问题出现了。我低下头看着已经显怀的肚子，脑子想了很久。现在我这个月份可以引产，但是如果失去这个孩子，后半辈子我很有可能没有自己的血脉了。脑子里不断地思考着这件事情，我还没有想出来到底要不要留下这个孩子，老公就给了我一份惊喜。你是说他在外面还有一个家？听着电话那边的私家侦探说出那句话，我有些不可思议地反问出声。本来我找私家侦探监控他，只是为了看看能不能寻找到更多的线索，如果能拍到东西就更好了，这样打离婚官司的时候我可以更有把握。但现在私家侦探的话却让我忍不住心中打了一个冷战。电话那边私家侦探又陆陆续续地说了很多，微信之中也不断地有他发给我的视频和照片，里面全部都是我的老公和一个女大学生，甚至最后一个刺激到了2个人赤身在落地窗面前。我看着微信里面的脏东西，深吸了好几口气，才勉强稳定住了我的情绪，继续看下去。我给你发奖金，而另一边我的人早就已经把我和老公的资产全部都清算干净了。我看着他背着我在外面买的几套房子和别墅，忽然觉得这段婚姻没有意义极了。当初他娶我的时候，因为我家庭的原因，他选择了入赘。我现在还记得那个时候，他红着眼睛，哪怕感觉很屈辱，还是点了点头。我愿意为了你背叛我的家庭。他求婚的时候说的是这么一句话，从前我还觉得很浪漫，直到现在想起来，我忽然觉得恶心的想吐。他口中的入赘是我每个月给他几百万上千万的零花钱，而我在外面辛辛苦苦地谈合作。我并不要求孩子跟我姓，甚至为了弥补他给他的家里大把的钱，这个入赘仅仅只是让他跟我住在我家而已。在他看来，居然就这么屈辱。闭了闭眼睛，现如今的我已经有了很大的把握，让他净身出户。毕竟他这样一个贪婪的人，在外面还养着小三，当然不可能手上干干净净的。我只要挑些重要的拿出来，他就能被我踢出局。脑子里这样想着，当天晚上我给他打了电话，我足足打了10几个电话，那边都没有人接。最终我觉得有些厌烦了，直接就把他和那个女人的照片发了过去。对面秒回了一个问号。10分钟后，老公出现在了客厅里面，他怒气冲冲地看着我。刚一进来，就在我准备和他说话的时候，他忽然将手中的手机扔到了地上，手机和地板接触的瞬间4分5裂，就像我们的婚姻一样。你恶不恶心啊？居然找人监视我，你对我还有一点信任吗？又是这样，闹出来一点矛盾就开始大吵大闹，永远学不会。坐下来好好说。
我抬起头，心烦地看着他，实在是不明白年轻的自己到底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个浮躁的人。李凯，我们离婚吧。现在和你待在同一个地方，呼吸同一片空气，都让我觉得恶心。他的这个态度根本就没有什么谈下去的必要了。我一脸疲惫地说出了自己最真实的看法。说完以后，我弯下腰，就准备把抽屉里的离婚协议书拿出来。结果就在我刚拿起来的时候，他忽然猛地冲了过来。一开始我还不知道到底要干什么，直到他冲着我伸出了双手，一切在那个时候好像都变成了慢动作一样。我看着他脸上露着狰狞的笑，那双一直为我下厨做饭的手，在这个时候变成了要我命的工具。我被他推倒在了地板上，肚子和地板接触的瞬间，我痛得简直怀疑人生。不过更让我难以接受的是，他居然会这么对我。身体上带来的巨大疼痛让我连呼吸都忍不住发颤，我只能勉强移动自己的眼球，用一种惊恐的眼神看着李凯。从刚把我推倒的没有理智到后面李凯已经神色恢复了平静，他只是坐在我对面的沙发上冷静地看着我。我知道他想在今天杀了我，但是现在我连说一句话的力气都没有了。我只能感受到身体里像是有什么东西在缓缓地消失，而我已经要疼死了。那股难以言喻的疼痛从我的身体里抽走了很多东西。当初见你的第一面，我就知道你是一个傻子。事实证明，我的眼光确实很好，你真的很好骗。李凯从抽屉里拿出了一盒烟，缓缓地吸了起来，一边说着，他还用那种轻蔑的眼神低头看着我。刚结婚的时候，我还把你的维生素换成了避孕药，还好后面查出来你身体有问题，结果你现在居然自己怀上了。说到这儿，李凯明显不是很顺心的样子，摇了摇头。本来想让你为我们一家当牛做马，等耀祖长大了再说。今天既然老天爷把机会送到我的手里，那你就直接去死吧。说完这句话以后，李凯就懒得和我对话了，而是拿出手机开始给别人回起消息。我看着他脸上绽放出来的甜蜜的笑容，一种悔恨的感觉蔓延至四肢百骸，让我忍不住身体都微微有些颤抖。我很想开口质问他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，但是我根本就没有力气，而且我也知道，如果我再这么留下去，那我就要死了。就在我意识昏沉，即将晕倒过去的时候，房门处传来了一声怒吼，紧接着我就清晰地看见李凯的头倒在了我的旁边，而我在意识模糊的状态中被人抬上了担架。再次苏醒，面前是一片白色，鼻子处浓重的消毒水味表示了我还活着。一种劫后余生的快感让我忍不住咧开了嘴角，想笑一下，只是刚笑出来，我的手就迫不及待地放到了肚子上。原本鼓起来的肚子在这个时候变回了和以前一样，孩子没了。这个认知让我忍不住有些痛苦地闭上了眼睛，同时心底又忍不住有些庆幸，还好这个决定不是我做出来的。我知道我算不上是多勇敢，要不然我早在一开始就应该和李凯提出离婚，而不是在事情已经发展到这一步了，还是犹豫的，不知道要不要打掉孩子。发现我苏醒，我的朋友一脸难看地走进了病房里面。你准备接下来怎么对他？我摇了摇头，随后又坚定地点了点头。杀人偿命，他这是谋杀。不知道是因为太久没喝水，还是因为什么。说这话的时候，我的嗓子干哑疼痛。不过这点疼和当初失去孩子的疼痛不值一提。家里面的摄像头很清楚地显示了这件事情。我的朋友帮助我报了警，
警察很快就把李凯带去了警察局做笔录。这件事情的一切都非常的清晰明朗，哪怕他口口声声一直要见我，但还是被拘留了。而这件事情的立案也已经板上钉钉。自从失去了孩子以后，一股难以言喻的疲惫感就让我每天昏昏欲睡，直到失去孩子的第3天一大早，不知道为什么我忽然醒得很早。苏醒以后，我去了医院楼下的小花园，自己一个人在那里坐了不知道多长时间，直到我的朋友找过来，用一脸担心的眼神看着我，我才回过了神。也是从那个时候起，往日里失去的活力慢慢的恢复了我的身体，我也逐渐开始重新接受公司里的事情。李凯找了律师，把他暂时的保释了出去。在医院看见他的时候，他又换了一身人模狗样的西装，颇有些高高在上的意味。看着我，我被他的眼神看得微不可察地皱了皱眉。有事，现如今的我们哪怕没有离婚，离婚也是迟早的事情。我面对他早就已经没有了以前的姿态，而是恨不得离他8丈远。李凯像是没有察觉到我的冷淡一样，直接就坐在了我的办公桌对面，还是那副胜券在握的样子。如果你现在能够放弃起诉，我们回到以前的生活，我就可以既往不咎。他这句话说的像是我才是做错事情的人一样，可惜现如今的我早就已经不会受他的胁迫了，所以我只是按了一下桌子上的电话，让秘书进来把他带走。李凯也不恼，只是在走到门口的时候，忽然回过头看我：“你总有一天会求我的。”说完这句话以后，他大大方方地转身离去。我并不明白他为什么能这么自信。事情到了这里，我才恍惚地察觉到，好像有什么东西被我忽视了。视线落在桌子上，我思考起来。李凯在公司里待的这半年多，足以做一些事情。如果不是他今天忽然提起来，我都忘了。斩草要除根，人不能在自己最重要的地方留下隐患。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，材料准备好以后，一切就等着开庭。而李凯那边也再也没有别的动作。就在我以为他没有别的手段的时候，意外发生了。就在开庭的前段时间，网络上在一夜之间忽然冒出了很多有关于公司新品发布的事情，甚至除了这些事情以外，还繁衍出来很多有关于我的桃色新闻。助手进来，一脸难看的把手中的平板放在我的面前。那时候我还有些好奇的抬头看了他好几眼，直到视线彻底的放在平板上，我才明白了他为什么脸色会那么难看。这是一篇帖子，从最开始新品泄露，到中间我在婚姻期间多次出轨，再到最后我虐待养子，里面桩桩件件，甚至还附带上了很多我在家时候的休闲照。我看着这些东西，忍不住握紧了手，最终还是没忍住，一拳捶在了桌子上。实心的红木桌子顿时发出一声闷响，而我的手也红了一大片。这人怎么在网上胡说八道呢？从那个帖子里面退出来以后，我发现类似还有很多有关于我的其他帖子。新品泄露只是一小部分，更多的是在谴责我的人品和道德，还有不少人在可怜被我告上法庭的老公李凯。他们连事实真相到底是怎么样都不清楚，就自顾自地为李凯谋划了一个非常悲惨的家庭，口口声声说是因为我出轨，他才会情绪激动，导致我流产。看着这些帖子，我阴沉着脸退出来，又去了大火的短视频平台。果不其然，找到了很多营销号在讨论我的事情。甚至还有一些博主也发了谴责我的视频，说我不止工作素养方面不过关，就连人品道德方面也都是个人渣。
看了一眼，发布的日期是在昨天，而那些帖子的日期也都大差不差。我明白这是李凯专门策划的，冲我而来的一场阴谋。把平板关了以后，放在桌子上，我感觉头晕脑胀的，忍不住往后靠了一下，靠在了椅子上。老板，接下来该怎么办呢？新品对我们来说很重要，现在距离新品发布会还有1个月的时间。我怕。助手说的没错，这个新品我们研发了1年的时间，现在工厂上都已经进入了第1批生产。如果在这个时候因为泄露而掉链子，想必等不到新品上市，市面上就会出来一大批仿品，到时候我们公司的名声和一切都完了。更别提一个人谈生意，靠的就是在外面树立的形象。如果现在因为我的私人问题导致公司品牌形象大打折扣，无论如何我都对不起父母。挥了挥手，让处理先下去。我有些头疼的在手机翻了好几圈，还是没想到解决的办法。直到这个时候，律师又给我发来了消息，他说李凯想见我，这次我选择了见面。李凯挑选的地方是他背着我在外面买的一个别墅。我才刚走到别墅的门口，就看见了正在花园里的身影。他穿着一身白色的休闲装，正提着一个水壶浇花。这都是你弄出来的事情吧？我忍不住冷下脸问道。李凯听到我说话，抬起头漫不经心地看了我一眼，随后点了点头。我说过你总会有来求我的一天，后悔了吗？他这句话像是早已经拿捏住了我一样。可惜李凯忘掉了最重要的一件事情，当初我嫁给他的时候，自己本身就在外面有公司，只不过是后来父母去世，我才接手了父母的公司。我不是什么都不懂，被养在温室里的花朵，也不是会欺骗而且做不出来反击的人。漫不经心地从手提包里面拿出一沓照片，我随手扔了进去。李凯抬起头看了我2眼，这才把视线放在了照片上。随后他猛地面色一变，再次抬起头的时候，脸上早已经没了一开始的志得意满。而就在这个时候，一直跟在他旁边的李耀祖也从别墅里面走了出来。见女人，见女人！李耀祖一边说着，一边还想拿身边的东西来砸我。我看着他这副完全没有教养的样子，忍不住扶额叹息。果然，什么样的人生出什么样的孩子，他们一家人都是天生恶种，生出来的孩子也好不到哪里去。想到这里，反正好戏已经看够了，我直接转身离开，却在走出好几步以后，听到身后传来了李凯的话：愿安。其实这一切我都有苦衷的。听得身后的话，我直接不屑地翻了一个白眼。离开了这里以后，我回了一趟家。现如今整个局面都在我的掌握之中，李凯再也不能搬出来什么水花了。果然第2天，全网的风评忽然开始朝着好的方向逆转。对于针对造谣我出轨的营销号，我直接找律师发出了律师函。而新品发布会，我则是正好趁机预热。其实这一款新品发布并不是当季的主推，我早就已经想让公司转型了，只不过迟迟没有想好要在怎么样的情况下。后来在怀孕期间，又因为没有多余的精力，所以才没有把这件事情告诉李凯。现如今时机已经到了，再加上一切都已经设计完成，趁机退出转型是最好的选择。至于虐待养子，我则是发出了那天李耀祖非要推我下楼梯，让我给他亲妈让位的视频，以及李凯想要谋杀我的监控。我在话题达到最高点的时候，一次性清空了所有人对我的议论，甚至还把这次的热度转化成了公司的业绩。
还一次性告了很多人，用雷霆手段让大家看见了我。原本足以掀翻整个公司的风波终于平息，几乎全网的人都在为我道歉。至于剩下少部分没有骂过我的，在网上宣扬起了荡妇羞辱，这种因为女生的私生活而进行造谣，甚至是自以为是的添加别样的东西，在网上很受网友的爱戴。而这一次我也深受其害，看着网上舆论的反转，我大手一挥，趁着热度还在举办了几次抽奖的活动，把福利送出去，顺便还力挺那些为我说话的人。等到一切都平息以后，终于开庭了。一切的证据都证明了李凯对我做的是什么，他被判入狱，而我们之间的夫妻关系也终于解除。那天在法院下定了判决以后，他站在被告席上，一脸心如死灰地抬头看着我，我直接灿烂地冲着他笑了一下，随后转身走出法院。我才刚出来，李耀祖立刻大声地朝着我这边叫道：“妈妈，妈妈！”小孩子被身后的大人往后拖拽着，只能把希望的眼神放在我身上，而拽着他的人正是李凯的家里人，那群贪心想要从李凯身上吸血的吸血鬼。从前因为他们吸血，我让李凯和他们断绝了关系，而李耀祖这次被他们带回去，肯定也过不了什么好日子。冲着你要走的方向，我轻轻地摇了摇头，随后当着他的面上了一辆和他那辆面包车截然相反的豪车。在我的车疾驰朝前奔去的时候，李耀祖被带进了大山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。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